枷锁第8章测试。你当时带他去的时候，没和他一起进去看看吗？杨警官问。没有，我当时是想进去，因为窦成宇说一次只能进去1个人，而且还要有邀请码，考虑到不想太限制小孩的自由，我就没进去了。我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齐浩洋，又接着向杨警官问道：他怎么说？他说里面全是些身体感应设备，很类似虚拟体验那种东西，但是要比那些复杂得多，具体他也说不清楚，因为整间屋子连的都是那些器材。杨警官答道。我听完不禁无奈地摇起了头，当我转头看到齐浩洋时，这才想起昨天他那灰沉的表情。我猜他一定会说，这下好了吧，看大鱼他妈不骂死你。的确也怪我，错就错在当时不应该完全听信一个未成年人的话，毕竟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同，有些事情确实很简单，但绝不能用简单的方式来思考，更不能像他们那样想当然的处理。我如果当时给窦母打个电话，也就不会闹到这一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大鱼一回家就倒头便睡，直到窦母回家只看了一眼鞋子的位置和没洗干净的餐盒，就已经猜到他中午出去过。加上大鱼根本不是一个善于说谎的小孩，编的烂谎再次激怒了窦母。于是乎，在各种软硬兼施的恐吓下，大鱼还是说出了实情。第二天发现儿子还是疲惫无力，一气之下的窦母立时报了警。这下倒好，我就尴尬了。不过有齐浩洋来向他求情，他这才表示不追究我的责任，但他认为这家公司的行为伤害到了未成年人，以及怀疑他们利用电子设备影响他儿子的智力，所以一定要讨个说法。我和齐浩洋面面相觑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直到杨警官来的时候，才渐渐平复了窦母的情绪。问到大鱼的身体状况时，我们所有人都露出了关切的神情。窦母这才缓和下来道：我中午给他做午饭，喊他吃饭的时候，他说没胃口不想吃，后来过了1小时又喊他吃，他才吃了1碗饭，一直到今天下午，我看他才算是恢复过来。听到这里，我们才算是松了一口气，只是没想到他走的时候又强调了一遍道：要是发现孩子智力有1点下降，我不会饶了你们。我顿时冷汗直流，心想真他妈上了一堂大课。事已至此，公安部门也立了案，但是要进行调查的话，说还要等一等。至于等什么，我也不得而知。然而此时齐浩洋却对我说了一件事儿，这也是我当下就决定第2天一早再去公司一探究竟的原因。不过在去之前，我问大鱼要到了他的邀请码，还有一部微型运动相机。周一的早上，电梯一路开门一路停，一直快到顶层时，电梯里才剩下2个人。我打量着站在右手边的男子，年龄在25岁上下，虽然打扮得很潮，但脸上却挂着很明显的疲惫与焦虑。我看了他很久，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，也有可能是他根本不关心有没有人看他。电梯开启后，他才缓缓地向外走去。请问你是魔怔的工作人员吗？我是来面试的，可以告诉我怎么走吗？我快速追上去道。男子先是一惊，肩膀收缩性的抽动了一下，
这才转过头朝我打量一番，但随即又垂下了眼皮，指了指那扇玻璃门道：“进去后左转到底。”没等我说声谢谢，他便自顾自地走向了大门。我注意到他进去后是朝着右边的方向走的。等到我输入了纸条上的密码后，才明白当时大鱼的意思。自动门一关上，眼前立时亮起了冷色调的氛围灯，光线虽然不是很亮，但足以看清每一个设备。5平方左右的空间里，除了一个可以固定身体的卵形凹槽外，确实不太适合再多一个人。很显然，必须进入那个卵形的凹槽里，程序才会启动。我按要求脱下外套，露出了四肢，一个转身，利用微小的倾斜角度，身体向后一靠，便嵌入了凹槽之中。我同时听到像是气泵在快速充放气的声音，不一会儿，我的身体便完美地贴合在了凹槽之中。我无法判断凹槽内的材质，事实上，我只能看到它的表层是一种深褐色类皮质，带有无数金属细孔的材料。这有可能是一种极为先进的生物感测系统。由于没穿外套，我感到室温在迅速下降。就在这时，空气中缓缓地升起了一阵好似幽香却又让我不确定的气味。也就几秒钟的时间，我的思维变得异常活跃，头脑就像被冷水浇过般的清醒。突然，头顶缓缓地降下了一个面罩，虽然靠在凹槽里，但整个身体却可以毫无阻碍地活动，例如抬胳膊、弓腰，甚至可以随意地晃动头部。凹槽和面罩便会及时调整状态。当我调整到舒适的姿势时，一个静止的画面立时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无法形容那种感觉，与其说是看到的画面，倒不如说是身临其境。因为不论是仰头看天空，还是转头看向身后，都能看到这个场景里的一切。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 VR 眼镜。就在这时，眼前出现了一个选项：继续上次测试，或者重新开始。我思考片刻，选择了继续，因为我来这里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知道大鱼当时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弄成那样。低沉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，刺目的阳光直射着我的眼睛，一阵模糊的呼喊声在强风中飘忽不定。风实在太大，我根本听不清那个人到底在喊什么。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，只见100米之外有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，双手撑在地上，看不清他的下半身，好像是在跪着，却歇斯底里地冲我喊着什么。与此同时，我注意到一个还有不到2分钟的倒计时。一时之间，我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只好先四下里观察一番。当低头看下去时，一阵强烈的眩晕感使得我手心瞬间渗出了汗水。脚下一条20公分宽光滑的石板，一头通向那个男人，一头通向一座大楼的顶层，而我就在这条石板路的中间。这还不算什么，就在我看到身边有战机急速掠过，而脚下正悬在数百米高的空中，望着地面不断因爆炸而产生的火光时，腿部的肌肉疯狂地颤抖了起来。